欢迎来到人生有道，岁月如歌，道在其中，一起感悟人生。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挑战，而55岁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。从这个年纪开始，人们逐渐告别职场巅峰期，进入人生的后半段。如果在55岁之前，仍然没有培养出独处的能力，保持健康的身体，具备善忘的境界，以及积累一定的经济基础，那么晚年生活很可能会变得艰难而凄凉。独处的能力是晚年幸福的关键。人生的许多痛苦往往来自于对社交的依赖和对外界评价的过度关注。人到中年，最该拥有的能力之一，就是优先专注自己的人生。蔡康永说过，人际关系是用来成全自己的。若是能得一二知己，三五益友，相互帮助，共同进步，固然是人生快事。若只是一些酒肉朋友、嚼舌根的搭子，不仅累你虚度时间，还害你伤身误事，不如早点断交。斩断无意义的社交关系，拒绝周旋于人情往来之中，从生活中腾出一片空地去提升自己。你会发现，你能支配的时间变多了，天地变宽了，你的人生也在高质量的独处中蜕变了。杨绛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拥有独处能力的例子。在他的书中有这么一句话：世界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毫无关系。杨绛生前最不喜的就是毫无意义的人情往来。年轻时，身旁还有3两朋友，有时会和丈夫、孩子一同拜访一下，联络感情。待钱钟书过世后，杨绛便深居简出，整日待在家里，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作。他一生经历了战乱、社会动荡、亲人离世，但始终保持淡然，靠阅读和写作度过了人生的孤独时刻。晚年，她写下了《我们仨》，回忆与丈夫钱钟书及女儿钱院的点滴生活。尽管她的亲人都已离世，但她依然能够坦然面对生活，沉浸在精神世界中，展现了独处的智慧。如果一个人无法享受独处，到了晚年，当子女离家，社交圈缩小时，很容易陷入孤独和焦虑。因此，55岁之前学会独处，培养阅读、写作、绘画等能让自己独自安静的爱好，是对晚年最大的馈赠。健康的身体是幸福晚年的基石。无论财富多少，若身体状况不佳，晚年都将痛苦不堪。许多人在年轻时透支健康，等到年老时才后悔莫及。莫言曾在演讲中提到，他小时候家境贫寒，饥一顿饱一顿，身体一直不好。成名后，他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，开始规律作息，坚持锻炼，如今70多岁依旧精神矍铄。相比之下，一些在年轻时拼命工作、不注意身体管理的人，年老后疾病缠身，不但生活质量大打折扣，更有甚者还得用拼命赚来的钱往医院送，真实得不偿失。55岁以后，人体的新陈代谢减缓，各种慢性病的风险增加。如果不提前管理健康，
到了晚年，可能会因疾病困扰而无法享受生活。因此，人到中年，名利富贵都是过眼云烟，唯有养好身体，紧握健康，才是最根本的。坚持锻炼，保持合理的饮食习惯，定期体检，是55岁之后必须坚守的生活方式。善忘的境界是智慧的体现。人生中总会遇到挫折、误解和不公，如果无法释怀，一直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中，晚年将充满怨恨与不安。杨绛先生曾说，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，到最后才发现，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他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，经历过非人的折磨，但他选择了宽容与淡然，最终用文字记录下心境的转变。若一个人无法放下过去的恩怨，到了晚年，很可能会被负面情绪困扰，影响身心健康。莫言的作品《蛙》讲述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个人命运的影响，其中的主人公晚年充满悔恨，无法释怀年轻时的决定，最终陷入无尽的自责和痛苦。现实中，许多人到了晚年仍然执着于过去的失败、错过的机会、人际关系中的不满，最终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和生活质量。所谓人生，计较越多，困扰越多，忘掉过去，反而解脱自己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都有一颗善忘自愈的心，能洗净尘埃，放下过往。经济基础是晚年生活的保障。无论多么豁达，若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，晚年的生活依然会充满焦虑。55岁之后，人的工作能力逐渐下降，收入减少，如果没有提前做好财务规划，可能会面临经济困境。现实中，许多人因为年轻时没有合理理财，导致晚年生活捉襟见肘，不得不依赖子女或政府救助。55岁之前，如果没有存下足够的退休金，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，到了晚年，可能会因为缺乏经济保障而感到不安。因此，提前做好财务管理，规划养老金，投资稳健的资产，是每个人在55岁之前都应当考虑的事情。余秋雨说过，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一步去走，真正能保护你的，是你自己的人生选择。55岁是人生的一道坎，决定了晚年的幸福程度。拥有独处的能力，才能不惧孤独，享受精神世界的富足；拥有健康的身体，才能无病无痛，享受生命的美好；拥有善忘的境界，才能放下过去的负担，活得轻松自在；拥有经济基础，才能不被生活琐事拖累，过上体面的生活。真正的幸福不是靠外界给予，而是靠自己创造。从55岁开始，不再依赖他人，而是依靠自己的智慧、健康、心态和财富，才能在晚年活得自在安然，真正做到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。